在未来世界，守住秘密只需要一条狗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严守秘密权，只需把写有秘密的信封放入口中，即便是骨头来了也别想撬开狗嘴。最近大雄喜提一项吉尼斯纪录，那就是连续考最多0分的少年。这个奖项可谓是又光荣又难堪，弄得老师不知是该表扬还是该破口大骂。岂料如此壮举，小夫竟是第2个知道的，一时间瞪着卡兹兰大眼，不明白为何这都能获奖。为了把好人设做到底，他决定替大雄把这个喜讯告知老妈，吓得大雄回家就跟盗贼进了屋。老妈只是随口问候一句，就吓到他一脚地板油溜之大吉。大雄恨不得老妈妙龄年纪就得老年痴呆，这样即便考0分也能一直高歌一直嗨。但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决定用老爸的钢笔篡改成绩，而且还是在0分前面加个10。可他写了2下发现不出墨，于是日常甩笔，直接送钢笔撞了墙。好家伙，这下是真玩劈叉了。就在此时，小夫打来电话，询问大雄是否把吉尼斯纪录告诉老妈，甚至表示自己可以代为转告。吓得大雄二话不说扣了电话，并建议老妈远离东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离开地球也不是问题。看到老妈狠心拒绝，大雄整个人直接崩溃，回到房间就开始疯狂撸猫。在得到大雄以后必定成为人上人的保证后，小多拉竟掏出一条狗，正是古人所说的狗嘴里吐不出秘密的狗嘴。大雄将0分新纪录和弄坏老爸的钢笔写在了纸上，接着将秘密塞进狗嘴，狗嘴就会守住大秘密。只见狗子大嘴一张，就让晾衣架夭折，吸引走了老妈。上门告密的小夫不仅没成功，还被路过的胖虎撞见，用和善的笑容请他去当个球童。可大雄躲过了小夫，却没躲过报纸，因为报纸上出现的考试2字，瞬间让老妈想起了大雄的成绩。眼看老妈要杀到战场，狗子再次张开大嘴，就用厨房的开水声支开了家庭主妇，还让老妈完全忘记了考试这件小事。大雄觉得有了这条狗，自己以后便可以横着走，于是拎起狗子护身符就要出门嗨。他在球场看到了小夫，即便被威胁打完球就会被告密，大雄也丝毫不带慌的。而狗子也在这时送上助攻，不仅让小夫被棒球爆了头，还因丢了分被开了怒气特效的胖虎打成了葫芦娃。就在这时，静香找上大雄，于是大雄二话不说就把这个神器分享给了他。而静香正因打翻了老妈的贵妇化妆水而犯愁，便将这个秘密塞进了狗嘴。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小伙伴们都送来了自己的秘密，硬生生把狗子吃出了痛苦面具。可胖虎担心狗子没有吃饱，把大雄单独叫到家中，搬出一箱大秘密。而这些秘密如果被老妈发现，无论哪一条都会送自己去地府报道。于是大雄只能给狗子硬塞，硬生生把它吃成了蓝胖子的体型。夜晚降临，狗子只觉得胃痛、胃胀、胃充气，一直痛苦的呻吟。可大雄才不会管狗子的生死，直接1秒摆烂完美入睡，完全没注意到狗子的身体在不断膨胀。只听一声炸响，狗嘴吞下的秘密就飘满了大雄的房间，而老爸和老妈也在深夜诈尸，一人手握钢笔，一人手握0分试卷，就要进行男女双打。那么其他人的秘密也会被爸妈发现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是哆啦 A 梦中很具有教育意义的一集，他用1滴水的一生，让我们了解了水的形态变化，以及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，让我们明白即便再渺小，也有它存在的意义。这天，老妈想抓大雄去当义工清扫河水，这种周末加班还不给钱的事，傻子才去干。于是大雄果断藏进时光机，才躲过了一劫。但清理河水本来就是人人有责，更何况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源。为了让大雄得知水的重要性，小多拉决定用水珠胶囊让他体验水的一生。两人变小进入胶囊后，小多拉便关闭了舱门，只见水珠变成透明状，穿过天花板，缓缓升入空中。而这正是蒸发的水分会随着气流上升的原理，也是水之旅程的开始。当高度达到1万米后，水珠会变成冰晶，并与周围的冰晶聚集，形成乌云。而这时的气温将达到-40度。当乌云聚集的足够多时，水珠便会随着雨水一同落下。而高空落下的水滴之所以会形成肉包子形状，是因为在落下时受到了空气阻力的影响。大雄所在的水珠在一套自杀式坠落后，被森林中的树叶接住又弹开，随后被土壤吸收，渗入地表，成为地下水。接着会从森林的小溪流出，最终汇集到河水当中。上游的河水起初清可见底，可当进入街道的下游时，状况就发生了天与地的改变。这里不仅浑浊一片，还散布着各种生活垃圾，而这些都是人类不注重环保的杰作。之后水珠会进入净水厂，经过垃圾分离与消毒后，便进入了住家的水管。大雄原本还有些老色批上身，希望从静香家的浴池出来，可这里确实是浴池，只不过泡澡的不是静香，而是翘班在家摸鱼的老爸。老爸以为浴缸中混进了虫卵，二话不说就送他俩进了下水道。而这里可谓是臭气熏天，食欲大振。这些生活废水会被运送到污水处理厂，借用微生物的力量消毒杀菌后，再次汇入大海。可大雄还没来得及感叹世界真奇妙，就有人冲了厕所，把他们送到了化粪池。
终于挨到处理干净后，两人再次流向了小河中。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垂钓的虎父二人。胖虎此时正在为没有鱼上钩，要对小夫重拳出击。既然有生命危险，小夫便建议改天再来。随后把垃圾纷纷丢入河水中，而水珠也不幸躺枪，被砸成了筛子。眼看两个旱鸭子要成为妙龄男尸，小多拉赶紧在水下操作，用液体遥控器排出了水珠内的河水，并且决定给虎父二人一个教训。于是，在虎父二人即将走人之际，一头深水怪兽跃出水面，给两人定下了污染河流的罪责。而深水怪兽的操控者正是小多拉，他给了虎父二人两条路走。第一条，现在就去地府报道；第二条，成为清扫河水的义工。这种送命题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。而大雄也通过水的一生学到了很多，他意识到海水遭到污染很难再恢复干净，比起不污染，更重要的是对海水不懈的保护。为了让海水可以一直清可见底，大雄主动加入了护河守卫队，而虎父二人也为了活命，同样来到了这里。再加上静香，小伙伴们都为保护水流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那么宝子们觉得自己应该如何保护海洋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在未来世界，动物训练师将会失业，因为科学家发明出了桃太郎丸子，只要将它喂入对方口中，别说植物、动物、微生物了，就连亲妈也会跟你求贴贴。最近静香养了一只宠物鹦鹉，不仅会听指令，还会鹦鹉学舌夸静香大美人。于是大雄一秒跟风夸人，只求也能被静香捧在手心疯狂摸头。为了找到共同爱好，大雄竟在被窝里孵鸡蛋，看得老妈差点当场去世，决定把这3个蛋做成荷包蛋给大雄补脑。大雄觉得老妈还是妇人之见，毕竟自己玩好了，说不定就实现鸡蛋自由了呢。听闻此话，小多拉直接笑成了表情包，完全忽略了被笑出心理阴影的大雄。于是他只好掏出桃太郎丸子，将它投食给麻雀。在麻雀眼中，他就成了妈妈。上一个被人疯狂喊妈妈的还是张大大呢。于是大雄也有样学样，将丸子投食给鸽子，成功达成了顺手牵鸽的壮举。除了不会说话，握个小手之类的，又或者俯卧撑，都是信手拈来。虽说这个二手道具只有30分钟的时效，但只要反复练习，就能让宠物形成肌肉记忆。于是大雄一秒变身生意人，决定用20大洋替别人训练宠物，并让鸽子充当免费劳动力，替他发起了传单。小多拉还没来得及教育他，又道具乱用，生意就找上门了。妮妮想要训练自家的兔子，只见大雄投食丸子后，兔子就成了绝世舞10级学者，喜提5星好评一个。之后大雄又等来了第2个订单，大嘴男想要训练自家的金鱼，在金鱼吃下丸子后，直接成了海洋界的杂技员。大雄再斩获一个5星好评。在之后，财大气粗的小夫找上了大雄，他希望自家的喵星人不要老想着拆家，而是应该干点正事，多抓抓老鼠。虽然小夫认为自家的大豪宅不可能有老鼠，但是大雄还是投喂了丸子。只见大雄一声令下，喵星人就一脚地板油玩起了拆楼。小多拉只是来找个大雄，没想到竟撞上了大场面，逃跑时还差点弄丢百宝袋，可惜他是个小短腿，最终还是被老鼠踏成了尸体。胖虎盯上了干完这一单的大雄，并用和善的笑容让他给自己打个折。如此合理的要求，大雄哪敢不答应，于是被迫来到了胖虎家。胖虎希望自家的狗子变勤快，大雄只好送上桃太郎丸子，直接让蓝狗变成了全能选手。然而喂一颗怎能够，胖虎又盯上了大雄手中剩下的丸子，直接让狗子吃到饱，还让他去当个买菜工具人。菜买完后，胖虎决定继续压榨劳动力，让狗子成了扫地工具人。岂料此时虎妈注意到了胖虎这个闲人，让他回屋做作业。于是胖虎脑子一抽，直接让狗子坐到了课桌前，差点没烧坏狗子的 CPU。为了给老妈更多惊喜，胖虎让狗子清扫整个房间，还让他站立烧了。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只听一声脆响，狗子直接炸了厨房。胖虎刚要硬核炸狗，虎妈怒气值拉满的吼声就传了过来。于是胖虎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在老妈彻底黑化时一发精准投射，让老妈把自己当成了爹。看着如此油腻的画面，大雄只担心虎妈清醒后，胖虎会死得更惨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是大雄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。为了不让静香过上食不果腹的流浪生活，他不仅将静香托付给别的男人，还用讨厌药水浇灌全身，让自己成为被所有人厌恶的败类。可即便亲人与室友都离他而去，但有一人却始终陪伴在他身侧。这天老师说了很没师德的话，把大雄说成了社会毒瘤，是一辈子只会连累亲人的深渊恶煞。即便小多拉认为这是严师出高徒，可大雄还是萌生了后悔今生的决定，那就是跟静香分手。即便现在的自己或许还没有跟静香真正开始过，即便自己爱静香可以舍弃生命，可他能给静香的只有风餐露宿，就连爱的结晶或许都会成为生活的累赘。也许他一生都不能给予爱人幸福。为了不让不幸的未来变为现实，大雄决定给静香自由，并为了把不见面做到极致，他找到老妈商量起了搬家。アメリカへ留学するとか、一生宇宙旅行して暮らすとか。
老妈直接重拳出击，把大雄锤出了门外。既然老妈不给力，大雄决定由自己来弥补缺口。他将与静香的交流日记全部塞入包裹，并将它们全部送还到了静香家中。临走前，他让丈母娘转告静香，希望她忘了自己。听到这项遗言的留言后，静香不顾一切冲出家门。她不明白大雄为何要如此残忍，她远远喊住大雄，可大雄却让她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可女人是很神奇的生物，她们的生命中只存在甩别人或者前男友必须死。为了让静香彻底讨厌上自己，大雄伸出自己的咸猪手，紧闭双眼，拉起了那道不能免费看的底线。这一举动吓哭了静香，同时也凉了静香的心。看着静香远去的背影，大雄的悲伤久久不能平复。他决定尽己所能为静香铺路，于是主动找到出木山，哭泣着让他承诺会给予静香最幸福的未来。可他忘了出木山是个正人君子，一转眼就将这个嘱托告知了静香。回想起今天奇怪的大雄，以及听到虎父二人说大雄没有活着的希望的话，静香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。她用自己最快的速度想要阻止大雄做出傻事。不知被误会的大雄正在摸鱼，就看到静香前来的身影，不知所措的他吓到在房间中原地蹦迪。小多拉只好拿出讨厌药水，只需一滴就能成为人人喊打的不待见之人。岂料大雄直接干了一瓶，吓得小多拉整个喵都惊呆了。只见大雄周身散发出紫气，就让待在身旁的小多拉有了反胃的感觉，甚至连待在楼下的老妈也受到波及，直接冲出了家门。静香原本也受到波及，不敢进门，可没想到大雄用量过度中毒过深，竟自己给自己毒倒了。他的呼救声被静香听到，即便知道去了楼上可能失去生命，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楼梯。大雄在临死前呼唤着静香，更是给了静香前进的理由。静香ちゃん、さようなら。静香ちゃん、しっかりして。どうしたの？静香用自己单薄的身体扶起大雄，来到浴室为他冲洗掉了所有讨厌药水。他哭着对大雄说：“被老师批评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能认识到错误，放弃努力。”虽然静香很生气，但大雄也感受到了不放弃的爱意，而他跟静香的故事也从此刻才真正开始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说哪一部动漫称得上脑洞大开，那哆啦 A 梦绝对配拥有姓名。像吸尘垃圾桶、衣柜、电视这些都只能算弟弟，因为大雄不仅发明了厕所、冰箱，甚至就连人体实验也亲自上阵。这天静香家发生了猫狗大战，两只萌宠都想被静香抱在怀中体验一条龙服务。吨位太大无法被抱的小多拉最能理解这种争宠之苦，于是他拿出一款超级混合机，将吸盘分别吸在猫狗身上，接着启动开关，一头猫狗兽就诞生了。这波骚操作别说猫狗不同意了，就连静香也打出幻影拳，要求退回出厂设置。两人只好扛着机器回到家，正巧碰到爸妈在男女双打，只因老爸被古玩店坑，买了个酸菜缸回来，家里完全没有地方放。眼看老爸要被不可理喻的老妈气到要去离婚，大雄只能当个笑死人的大孝子，将酸菜缸跟浴缸连接，两者合一变成了一款高大上的泡澡神器。为了给家里腾出更多空间，他们又打造了吸尘器垃圾桶，可以一边吸尘一边倒垃圾。还有衣柜电视，不仅为家中省出了一个电视桌的空间，还可以在早晨忙碌时边穿衣服边观看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比如说老妈正在熨衣服，竟凭空蹦出2片面包；再比如老爸要刮胡子，竟从刮胡刀中吹出风来。而最精彩的还要算家中凭空消失的冰箱，因为大雄将它混合进了厕所，边吃边拉，味道极酸爽，气得爸妈就要男女双打。可两人仍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们偷偷盯上了神城的松树跟梅花，二话不说就改造成了开梅花的松树，之后开始疯狂作死，什么鞋脱水鞋，什么鱿鱼菠菜，两人是玩嗨了，商家是直接要动手了。两人刚准备消停会儿，岂料虎父二人又找上门来，主动要求借用神器。只见胖虎将风筝与游戏机混合，接着一款风筝游戏机就面世了。只可惜风筝会飞高，偶尔会影响游戏体验，于是胖虎人狠话不多，决定来一波法拉利自行车。可他刚要启动开关，车主竟及时跑路，让吸盘吸在了胖虎头上。不出3秒钟，胖虎人体自行车闪亮登场。难得胖虎会打不还手，而且小夫还是有仇必报小男人。于是，一场无计划、无预谋的复仇当即展开。只见小夫一招难上加难，骑上胖虎，带着他一路起飞。那速度生怕胖虎嘎得不够快。可当两人回到家，老妈却只拿出一个点心让两人分。正所谓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两人一拍即合，直接来了个多拉大雄。这下就不怕发生抢食的惨剧了。可两人吃完就产生了分歧，一个要减肥，一个要睡觉。于是二话不说就自己对自己动了手，也不知道到底谁伤得更重。